我問了很多的醫生，他就說，其實現在包括你的失智，包括剛剛講你的癌症，你其實都跟你的身體的慢性發炎是有關係的。是啊，是。那所以如果我的肚子積滿了這些脂肪，那會就造成我的慢性發炎，造成慢性發炎，我的中風、糖尿病，我今天的失能，它的幾率就會高很多。我們內臟周圍的脂肪會像工廠一樣，不斷的輸出這些發炎的因子，它會跑到你的全身去腐壞你的器官。所以內臟脂肪多的人，他的血管會不好，他的血糖會不好，他得到癌症的機會比較大，甚至他全身的關節會比較容易早壞掉。哦，所以內臟脂肪其實就是反映在我們的腰圍上，所以我們才說腰圍大的人容易中風、容易糖尿病、容易癌症。最近剛出來一篇研究，它是告訴我們說，如果有運動、吃得好、睡得好，我們可以平均把壽命拉長10年，多10年，10年不少。而且他講的不是很誇張的運動量，就是每天運動個10幾分鐘，然後你體重降低了5公斤，不是很誇張的數字。10年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可是如果我今天講的是增加10年健康的壽命呢？這就很有什麼哦。我們目標啊，我們每一天手機拿出來，我希望看到每天都至少8000步。哦，8000步其實是醫學上的一個甜蜜點，8000步以下死亡率開始上升。第二點，我們每一天啊，在家裡拿椅子也好，空手也好，我們做50個深蹲，我們每天累積50個，然後做的過程呢，盡可能快。其實，如果我們今天在家裡沒有重量的時候啊，我們就必須要快，甚至有點像要跳起來的那個動作，這樣子才能讓你的肌肉，尤其是你的白肌、快縮肌，去得到那個壓力的刺激，你的肌肉才有機會長大。每天50下，每天8000步，超級簡單的數字。其實我說真的，每個人幾乎都做得到。我們沒有辦法拒絕老化，但我們可以做一個選擇，我們可以選擇說，我們的老年是臥病在床，是虛弱的，還是說我們可以健康優雅的老化？而且現在有一個指標就是說，如果你真的非常好的注重你的身體，你是可以在80歲、85歲，你還可以自由的行動，甚至你在85歲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爬山，你可以健康的生活到你人生的最後一刻，就像英女皇伊麗莎白2世一樣，她工作，她生活到了最後一刻，她只臥病了1天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所以你怎麼決定你的未來？你怎麼決定你的老化的過程？你現在所有的行動，你所有的決定都關乎未來。在今天，我非常高興，我們邀請了1分鐘健身教室的這個負責人，也是斯考特醫師。我觀察他挺久了，我覺得他非常的厲害，就是他不只是說我治療而已，他用自己經驗裡面，我也健身，我也重訓，我也跑步，我去嘗試各種的方式來鞏固我的身體，健康我的身體，然後把它化約成我的一個概念，來告訴、分享我的病患，分享我的這個所謂的觀眾。那個史考特，這個我應該叫王醫師，你好。寶傑哥好，大家好。好，那王醫師，我们剛才講，我剛才講，我已經追蹤你很久了，謝謝。而且我覺得你很厲害，就是我一開始看到你在做深蹲，在做硬舉，我那時候看到你硬舉可以做到170公斤，你說沒有，你的最高紀錄可以做到200多。好，那我覺得你自己在以身作則，你自己去做事業。可是好，我們還是回到就是說，其實現在很多人來講，老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那當然，現在人年紀也越來越大了，可是問題是，我不但要活得老，我要活得健康，我要活得強壯。我希望到時候我的離開人生的那個最後的一刻，我都還是健康的，我還是強壯的。所以我們就看到做了這張圖，就是其實你從50歲、60歲以後開始做了分界點了，做了分界點了以後，你有訓練、飲食，有沒有好好的照顧身體，對你50、60、70甚至到80以後的人生，真的會有很大的不一樣嗎？非常大的不一樣，而且我覺得在診間我觀察到的現象非常讓人憂心。舉例來說，50肩好了，復健科看的一個大族群就肩膀痛。對，50肩理論上應該50歲哦，頂多45歲發生。我上個禮拜就看了2位40歲以下的50肩患者，非常非常特別。50肩哦，它是肩膀的自發性的發炎嘛，那它其實跟老化有關，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有血糖代謝的問題的話，這個也更容易發生。那幾乎千篇一律的哈，就是很年輕就發生這個問題的人，基本上都是糖尿病患，或者是血糖已經很不好。對，那血糖的問題不只會造成像50肩啊、關節痛，它未來會帶來非常多失能相關的問題，比如說我們最害怕的中風、心臟病的問題。那糖尿病本身也會造成我們腎臟不好啊，傷口不容易癒合啊，甚至我們血糖啊、代謝的問題都跟癌症有關係。
所以說我其實目前看到的情況真的是不太理想，就是我覺得台灣一般人哦，那個健康真的是慢慢走下坡，而且這些健康的問題越來越早發生，原本是50-60歲發生的問題，現在提前到30-40歲就發生了。所以我們本來以為說台灣現在開始重視運動了，開始長跑了，在這剛剛講的，現在包括了 HYROX 在台灣也非常的盛行。可是你碰到的是，反而現在很多的年輕人，應該講很多老年的疾病，反而在年輕人身上發生了。我覺得有點兩極化。像我的診所啊，因為我本身運動嘛，也吸引到非常多運動的族群。我也有看過非常極端的案例，比如說70歲的一個阿姨，她來看診，她是因為她做引體向上拉傷了她的肩膀。你想看70歲的做引體向上，女生做引體向上，而且不是做1下2下，她是做好多下。然後說我肩膀很痛，而且她非常的急，她說你可不可以趕快把我弄好，因为我要回去要再練，我要重新練一些。那他那個來的時候，他就是穿那種不是穿一般那種寬鬆的衣服，他是穿那種像瑜伽衣一樣，是顯身型的，然後那個二頭肌超級大塊。有70歲的，所以我覺得兩極化。說真的，重視健康運動的人，運動的量好大，好驚人哦！一個月跑個200公里、300公里都有遇到。可是相對的，每天走路走不到2-3千步的也是大有人在。所以兩種情況都有。所以你現在看到就是台灣出現2種不同的人生。一種人生就是我沒有好好照顧你的身體，然後你可能你的這個三高，你的這個糖化血色素其實都很高，然後讓你的身體變得很不好。但另外一種是，其實我非常的強壯，所以有人講說，其實我去照顧我的身體，讓我的肌肉、骨骼、神經系統強化，不是說我要延年益壽，我的生命可能都到差不多都是到80幾歲、90幾歲。可是它可以決定到你的臥病的時間，沒錯。也就是說，有些人可能就是你剛剛講的，我如果40幾歲，我就50天，我可能50幾歲，我的這個行動能力就開始減緩了，我可能要臥病非常長的時間。可是有的，比如說你剛剛講的那個阿姨，她非常的強壯，非常強壯裡面，他們講說，我看到一個資料是說，你可能可以健康活到85歲，你可能85歲的時候，你都還可以爬山，你可以做很多的運動。可是你可能到了90歲前後，你一場病把你帶走，重點在哪裡？你感受痛苦，你臥病的時間會短很多。這個醫學上我們叫疾病壓縮。現在衛福部統計的話，我們台灣人啊，一個人生活的就是一輩子的不健康餘命，其實超過10年。我記得10幾年，10年到15年之間，意思是我們生命最後的10年以上的時間，其實都是在罹患病的。你可能必須要吃藥，可能必須要做一些治療，比如長跑醫院。甚至你的疾病會影響到你的生活，比如說像我們診所就很多人走路有困難，尤其是像公寓沒有電梯的公寓，要爬樓梯就非常的辛苦，最後變足不出戶，變得生活品質變得很差。那我們運動啊，當然其實運動還是有延年益壽的效果，比如說最近剛出來一篇研究，它是告訴我們說，如果有運動，吃得好，睡得好，我們可以平均把壽命拉長10年，多10年，10年不少。而且他講的不是很誇張的運動量，就是每天運動個10幾分鐘，然後你體重降低了5公斤，不是很誇張的數字。10年聽起來好像沒什麼，可是如果我今天講的是增加10年健康的壽命呢？這就很有什麼哦。其實我發現到很多人哦，講到壽命這件事情，都會說，我其實不想活太久，我就夠就好了。他沒有想活到100歲。可是如果你再細問啊，大家對於這個壽命的害怕，其實在於說老年、失能，大家怕變不好看，怕不能走，怕得不到尊重，不能自己照顧自己，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如果今天我們一個人有運動的話，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可以被解決的。你可以在生命的最後1個月還是上班，像女王那個英國女王嘛。還有巴菲特，巴菲特不是很好的例子，因為巴菲特說他不運動，但是就是你可以在很老的時候還保有你的神志清楚、手腳靈便，可以去到處做你想做的事情，不管你是想要工作也好，你想要去旅遊也好，或者你想要跟你的孫子在地上玩，其實很多老年人蹲不下去，他如果孫子需要他幫忙的話，他是沒有辦法蹲下去幫他的。如果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的話，我相信這個最後的10年其實是非常有價值、有意義的。這10年，對。所以就像我一樣，你說我要活非常長嘛，我也不期待，因為我覺得你活到長，你可能會變得你非常寂寞，然後你會覺得非常的無助。可是我很害怕說，我最後那幾年，我如果臥病在床，因為我們都有很多的親友，你會看到很多的這樣的故事。如果你最後的幾年你完全臥病在床，你剛剛講到行動緩慢還算好，有些根本就是沒有行動能力，有一些只能臥病在床。我覺得那個是我覺得我非常害怕的事情。好，那我如果要拒絕失能，我要拒絕老化，那我要去開始，我要有一些指標。那我就看到你的這個臉書裡面，你特別提到是，過去我們對於失能、
老化的指標是，有人講是握力，有人講說是行走的速度，那有人講說是你的平衡感。可以說現在英國做的一個最新的資料，他說不是，是腰圍。等於說，當你的腰圍越大，它更明顯的，它是一個明顯的失能的指標。過去5年呢，我覺得在台灣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風氣，就是大家開始重視失能衰弱的問題，所以突然之間好多人在提倡說要給銀髮族做重訓、做肌力訓練，這個我覺得是很棒的哦。做肌力訓練可以避免我們產生肌少症。可大家其實知道我們在台灣失能的第1名原因，其實不是直接是肌少症，而反而是像中風、糖尿病、癌症這些疾病導致的失能。所以純粹說都沒有生病，我就是肌肉變很少，走不動的比例上其實很少。那為什麼腰圍這件事情可以預測我們一個人會不會失能的原因？這個是英國做的研究他是去做一個他們的公務人員有一個健康的調查，那他們就追蹤這些公務人員退休之後10年、20年他們的健康狀態，結果發現說腰圍是預測這個人他未來會不會需要人照顧，會不會產生失能的最佳的預測因子，甚至比握力、比走路還要更強。這個是為什麼？因為腰圍廣的人代表我們的內臟周圍很多的脂肪。內臟脂肪是一個非常毒的東西。好，我做一個比喻，我們今天身體就像一個房子一樣，我們買食物回來家裡吃，那如果你放在冰箱裡儲存是沒有問題的，保存是不會問題，不會臭。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帶了太多的食物回來，吃不完冰箱塞得滿滿的，沒地方放了，那我們必須可能要放在餐桌上，你沒有正確的地方放，會怎麼樣？會腐敗，會臭，家裡會長蒼蠅、蟑螂、老鼠。那你就把家裡搞得烏煙瘴氣一樣，這個其實跟我們內臟脂肪是一模一樣的意思。我們正常來講脂肪應該堆積在皮下，就是我們的手臂、大腿，像女生的臀部也是一個會儲藏脂肪的地方。這些地方就像冰箱一樣，你食物放進去不會出問題，不會立刻腐敗啦。可是如果你今天把食物堆到不對的地方，也就是我們內臟周圍的時候，這個東西會腐敗，在體內它會產生一種慢性發炎。我們內臟周圍的脂肪會像工廠一樣，不斷的輸出這些發炎的因子，它會跑到你的全身去腐壞你的器官。所以內臟脂肪多的人，他的血管會不好，他的血糖會不好，他得到癌症的機會比較大，甚至他全身的關節會比較容易早壞掉。所以內臟脂肪其實就是反映在我們的腰圍上，所以我們才說腰圍大的人容易中風，容易糖尿病，容易癌症。所以你今天就把我們帶來這張圖，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它不是肚子大，它根本就是一個脂肪的一個倉庫。而且我們之前也談過，就是說，我問了很多的醫生，他就說，其實現在包括你的失智，包括剛剛講你的癌症，你其實都跟你的身體的慢性發炎是有關係的。是啊，是。那所以，如果我的肚子積滿了這些脂肪，那會就造成我的慢性發炎，造成慢性發炎，我的中風、糖尿病、我現在的失能，它的幾率就會高很多。沒錯，沒錯。所以說其實我觀察到一個現象，其實也讓我覺得有點挫折。比如說每一次有膝蓋不好的患者來我就會跟他講說，你的體重可能減個幾公斤，就會好一些。可是我發現大家對於減重這件事情，好像聽不見的感覺。不好意思，我常常會這樣講說，這位太太，你的體重可能真的超標了10幾公斤，你必須要至少減個5公斤。但是他不會有任何的反應，就是沒有任何的回應。那我再進一步追問下去，說，這是不是減重上遇到了什麼困難？他說，沒有啦，我可能自己想辦法，我控制一下。或者是有些人會說，就是減重很難啊，我已經吃很少，沒有什麼辦法。其實我真的最近寫很多文章，我就是因為深深的感受到大家對於內臟脂肪、對於腰圍這件事情的警覺性不足。我覺得因為有點見怪不怪了。說真的，大家如果看一些老照片，像我看我爸媽年輕時的那個照片，那個時代大家路上走的人都好瘦那個時候大家都穿的會比較合身，有沒有？然後看起來就不會說很多男生不會很多啤酒肚但是現在就差很多了。我覺得我們台灣社會真的是很明顯，在過去30年、40年真的是變得胖很多。你說啤酒肚、圍肚是一個很大的，可能會造成你身體傷害的一個原因。但是因為大家已經變得太習慣這件事情了，見怪不怪，所以對於它的警覺性就下滑。所以我一直在寫文章，其實想要提醒大家說，其實腰圍這件事情是很要緊的。這也符合我們現在官方衛福部 WHO 的建議，就是男生的腰圍不能超過90公分，女生的腰圍不能超過80公分。一旦超過了，未來就是很多疾病會找上門。那你剛剛提到，我很多朋友也提到，他不是不減重啊，
我就是減不下去，真的很難，真的很難，那真的很難吶。那你有去幫你好，你比如說你自己在實際上去看到這些病人，他們是真的，真的是身體本身的代謝的問題不能減重，還是說他們減重不得法，或者沒有辦法減重？其實說真的，千篇一律哈。目前的研究非常100%的指出來，就是跟吃的東西有關。你覺得還是跟吃下太多熱量？我們大家會想，可是有人講說，我都已經沒有吃東西了，我幾乎都只吃一點的，我喝水都會胖啊。那個也千篇一律，是因為低估了自己的進食量。其實我們人哈是一個就是蠻主觀的生物。那其實大家對於自己的評估都會有點失準。有一個很有名的研究很好玩。這個是70年代的研究，在北歐，他去訪問路上的駕駛人，他去訪問說，你覺得你今天的駕駛技術啊，跟一般的人比是好是壞？結果呢，有90%的人覺得說，還是70%的人覺得自己的駕駛技術高於平均。那怎麼可能大家都高於平均？一定有人要低於平均啊！一說我們人啊，在判斷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像自己進食量的時候，很明顯會有個誤差，而且這件事情在研究上非常的明確，甚至會偏差到50%這麼多。意思是說，我們很多時候吃了這個東西，我忘記它有吃過，或者是比如說一塊麵包看起來很無害，但大家知道其實很多麵包的含脂肪量非常的驚人，有時候一塊麵包它裡面30%、40% 的重量是來自於脂肪，這種東西都非常容易被輕忽的，所以真的千篇一律，只要瘦不下來，幾乎都是飲食出問題。所以你就覺得這是 input output 的問題，沒錯，就是我到底吃進多少的熱量，我會產生多少的脂肪，會產生多少東西。好，那現在有人講說，那我就打瘦瘦針嘛，那可能都會打瘦瘦針。我打瘦瘦針問題就解決了嗎？因為你在文章裡面也提到了，他說我如果只打瘦瘦針，可是我沒有辦法，我沒有去做阻力訓練，所以我雖然我的這個所謂的脂肪減少，可是我肌肉可能也減少。那如果我脂肪肌肉減少了，那對我的身體也不見得是一個正向的發展。瘦瘦針這件事情啊，我有幾個看法。第一件事情，大家強調說打瘦瘦針不運動會減掉肌肉，這件事情是千真萬確的。研究發現說，如果我們每減3公斤，打瘦瘦針的人減了3公斤，大概裡面會有1公斤是來自於肌肉。肌肉非常寶貴，大家知道1公斤肌肉流失之後要練回來是多麼辛苦的事情啊，所以確實是這樣。可是啊，我為瘦瘦針說句話，如果我們今天是採取一個飲食的策略，比如說我就吃多一點蔬菜水果，我吃少一點油的東西那我不運動，照樣3公斤的體重裡面有1公斤會來自肌肉，所以不是今天瘦瘦針特別讓人流失肌肉，不管我們用哪一種減重法，不管是吃藥、打針、開刀或者是用運動，運動不會啦，對不起。都會減掉肌肉，除非你去做運動。對，所以不管用哪一種減重法，其實都會流失肌肉，所以都應該要做運動。所以不是瘦針的錯啦。好，那第二點就是說，我們如果說有做運動，尤其有做重量訓練，同時在接受瘦瘦針的減重療法的人，我們不但不會減掉肌肉，甚至有些人還可以同時增加肌肉。這個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如果有在接受瘦瘦針治療的患者，我都一律建議說，一定要去運動。如果可以去做重訓是最好啊。如果你對健身房實在是有點恐懼，或者是沒辦法，那你至少要在家裡做一些深蹲啊，做一些伏地挺身啊，或至少去走走路。不可以完全沒有身體活動。好，那我們評估說我們是不是過重？當然有一個值叫 BMI 值，然後 BMI 值有時候我沒有很重啊，我 BMI 值24、25也好，只多一點點啊。可以說 BMI 值不能這樣子看，因為你在這個所謂的診所這個看診的過程裡面發現 BMI 值沒什麼問題，正常。可是你剛剛講的，我的 BMI 是正常，可是我裡面的體脂還是過高了，是有這樣子嗎？很多，而且這個狀況啊，在醫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做 TOFI， 剛好中文翻過來叫偷肥族。偷肥族，它叫做 Thin on the outside, fat on the inside， 就是說裡面很多油，可是外面看起來瘦瘦的。其實中文有個說法就叫泡芙人。泡芙人，對。大家有沒有看過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他看起來其實是瘦子，可是如果有一天你去海邊跟他玩，他如果把衣服脫下，你會發現，怎麼有個肚子？沒有想到竟然有點肉這樣子。其實蠻多台灣的朋友是這樣的情況。那這個情況其實對於健康很不好。也就是說，我們去量他的 BMI 值，去用他的體重除以身高平方，我們會發現，數字是正常的。台灣的標準是 BMI 要在18.5到24之間，所以我看過很多的女性中年的女性40、50歲，她的 BMI 算出來可能是22。她說我沒有過重啊，可是我請她量腰圍，腰圍就可能
85、90，女生標準是80嘛，她就超過了。然後再繼續追問下去，健檢有沒有紅字？有，血壓有點高，血脂肪有點高。膝蓋，他們可能是因為膝蓋，可能是因為足底筋膜炎的問題來看診的，很明顯跟體重有關。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人在照顧自己健康上很容易有這個盲點，就是看到自己的體重，輸入 BMI 數字那個計算機之後好像是正常的，就以為沒事。其實不要太相信 BMI， 我們看腰圍其實才是最準、最跑不掉的一個方法。所以你就提到說，皮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皮尺非常簡單，非常方便，不花錢，在家裡就可以做。所以2个要好，那你還特別提到說，減重還有一個關鍵，我們剛剛講你的這個所謂的腹部脂肪太多了，腹部脂肪太多了，你就會等於說就造成你的身體慢性發炎。所以我只要降個3-5公斤，我的身體的發炎指數就可以下降非常多。其實大家可以想哈，就是如果我們身體一直在發炎的話，真的很像就是我們開車的時候啊，你就是亂飆車啊、剎車重踩啊，其實它就是一直在磨損你全身的這種器官、血管啊，還有神經細胞。所以我們剛才講說，其實這種肥胖造成的慢性發炎，它真的是一個很隱性的對身體一個傷害，你沒有任何感覺。偶爾看到健檢有個紅字不以為意，可是當疾病真的找上門中風了，或者是被診斷癌症的時候，那個時候真的是已經太遲了。我們剛才補充一點哦，就是我們這個偷肥族啊，還有一個情況，說為什麼一個人會體脂肪過多，可是他的這個體重沒有超標？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肌肉太少，就他四肢都細細的，所以看起來很瘦，可是肚子又大大的。那我們講到說減重可以如何幫助這個慢性發炎的問題啊，有個研究很好玩，他在講說我們如果有這個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常吃一種叫做降血脂藥，史達丁和 statin， 這個降血脂藥它蠻神奇的，它不但可以降低我們的膽固醇，它也可以讓體內的發炎反應降低，所以心臟科醫師非常愛這顆藥，因為它真的是能夠保命。那如果我們今天一個人呢，我們就是體重減輕了5%，假設一個70公斤的男生，他減掉了5公斤好了，他變成多少？減去3.5公斤。研究發現說啊，這樣子可以讓他的發炎指數啊，相當於服用2/3顆這個藥。如果我們再努力一點，降低10% 的體重，從70公斤減掉63的話，它可以就完全等同於這顆藥的效果。所以很常見的這些抗發炎藥啊、血脂藥啊，其實它在做的什麼事情？它就是幫你把體內的那個火撲滅掉。可是我們更直覺的是，你直接把工廠關掉，把那個輸出發炎、輸出火焰的那個工廠關掉，那其實你就不需要服用這些藥物了。可是重點是減肥太難了，真的很難，真的很難。減肥太多，我所有的朋友。我甚至很多朋友從念書開始，就在為了這個減肥來做這個。那你剛剛特別講說，這個東西重要在於說，因為你剛剛講，你可能只看到一個高血壓，你可能只看到一個所謂的這個血糖的值，可是可怕在於說，這種失能或者這種慢性病，它就像螞蚱趕快，一拿下來就是一個重，也就是說它會接連着，它會像這個野火燎原一樣，會這樣整個的等於說整個慢性病，它會互相牽連起來。對，其實我在看診的時候，我也跟大家分享一個，其實我心裡每次看到一個疾病，我都不是在看這個疾病本身，我都會想說背後有什麼原因。比如說一個人肩膀痛，可能代表說他可能姿勢不良之外，他可能後面有一些代謝的原因，像我們剛才講的50肩嘛。像中風這件事情，很明確就是一個血管疾病，血管破掉或血管塞住，心臟病也是。那我們失智症其實也是一個跟血管相關的疾病，癌症也是一個跟這個代謝相關的疾病，所以我們會發現就跟一串肉粽一樣，我們看起來好像不相關的疾病，什麼50肩啊、中風啊、癌症啊、失智啊，它其實背後都有同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這個肥胖。那我去演講的時候都很喜歡講肥胖重不重要？超級重要，它不只是影響外觀，我們10大死因裡面呢，幾乎每一項都跟肥胖有關。我們第一名是癌症，癌症13，看哪個機構，大概13到14種癌症跟肥胖是直接相關，肥胖造成這種癌症。比如說乳癌、大腸直腸癌是最有力的證據是跟肥胖相關的，心臟病相關，中風相關，然後還有糖尿病相關。然後還有肺炎以前大家覺得不相關，但後來發現新冠肺炎的時候，如果肥胖的人比較容易重症。那再來最後還有肝臟脂肪肝的問題，腎臟相關，洗腎其實很多都是跟糖尿病相關的。
所以其實10大死因這樣攤開來看，你會發現每一項幾乎都是跟肥胖相關的併發症有關，就跟一串巴掌一樣。如果我們把這個線剪掉，那你就可以從源頭去根除這些造成你失能疾病不舒服的這些疾病後面發生的機會。好，那王醫師，雖然你是復健科醫生，可你剛剛講你在處理很多的病症的時候，都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肥胖。對，那你在處理這些東西的時候，你有好辦法嗎？你有用哪些辦法，或者你去告訴你的病人用哪些的方式，可以讓他有效的來減重嗎？減重其實我也講，我覺得以業內人的心情來講我老說在10年前，大家對於減重是蠻絕望的。就是我在講說醫界啊、研究啊、營養師，大家都知道有很多方法，可是真的做到的人不多。說真的不多。那所以後來有這個 GLP-1，就是瘦瘦針推出來之後，我自己心裡是覺得哇，我覺得這個是劃時代的一個藥物，因為它把肥胖真的變成是一個可以解決的問題。只要你願意打這個針，只要你可以負擔起這個費用，基本上都能瘦。因為其實我們診所有提供這樣的治療。那我看到的病患裡面每一個都瘦，只是有人瘦很多，有些人瘦一點點。那當然我知道大家對於這個藥物還是有非常多的，就是藥嘛，就是藥都有一點毒性啊，對，大家都很擔心，所以很多人不願意接受藥物。我覺得也完全 OK。可是如果不用藥物的話，那你在飲食上真的就是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或者是在運動上非常非常的努力，你付出的那個辛苦就是真的是不簡單。比如說辦公室大家在訂手摇茶的時候，你可能就不能跟，或者是只能點無糖的。早餐你在外面可能就不能選一般的這種台灣的台式麵包、奶素麵包，你可能必須要自己準備你的豆漿、你的水果。你在飲食上會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我知道，像我自己還有我很多朋友，真的都成功的做到了，甚至他們覺得做得很開心，覺得這個生活是很輕鬆的。可是從一般的飲食要跳到這個健康的飲食，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要花努力、非常花心思的。我自己的小經驗是，因為我在夜市長大。所以我對於台灣的小吃，不管是蚵仔米線、米粉湯啦、這個肉圓啦、這個炸蘿蔔糕，我都非常愛。可是這幾年其實我全部戒掉，我全部戒掉。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喜歡所有愛吃的台灣小吃，包括燒餅、油條，都是非常高热量，是啊，那個都會造成我肥胖。所以以前我的肚子也很大，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是把那個部分給戒掉。可今天我開始追蹤你或開始熟悉你是其實是鼓吹健身，所以我覺得。以前的復健科醫師就是你就要做這個所謂的物理治療，你要做牽引，然後可是你是覺得我要把自己的底子開始打好，我有強壯的肌肉、骨骼、神經系統，我才有辦法去等於說，就像一個最很親切，你很多人下背痛，你下背痛到底要不要開刀？其實我覺得我現在看到了這個很多的資料，下背痛或許你透過自身的強化。比你開刀來得更有效，這個千真萬確，而且這個在官方就是國內外骨科醫學會的這個共識都是這樣講。下背痛第一個絕對不是就跑去開刀，第一個絕對是靠運動。運動已經寫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台灣所有的這個下背痛的共識指引裡面，第一步就是運動。我最近有就是在網絡上分享一個概念叫杯水理論，我覺得大家可以聽聽看。就是我們以前在處理這種身體疼痛或失能的問題啊，就好像我們在杯子裡加水，這個杯子是我們身體的能力，那水加進去就是我們日常給它的這個負擔。比如說我們必須要上市場買菜，我們要抱小孩，我們要提着我們的行李去機場，這個就是我們給它的負擔。那因為我們現代人實在都不運動，所以杯子就有點小小的，變成像 shot 杯一樣。可是我們倒進去的那個水還是一樣多，那這個時候就滿出來了，滿出來的就是代表說你身體承受不住了，那這個時候就會開始痠痛啊，開始不舒服啊。那大家會怎麼做？大家會到復健科電療啊、熱療啊，吃一些消炎藥啊，擦一些酸痛貼布啊，或者是去按摩這個是一般人想到的方法，但這些方法都不治本，它都只是把溢出來的水擦掉、擦乾淨，看起來好像沒事，可是下次你再加水的時候又滿出來了。下背又痛了，又肩頸痠痛了。最好的方法其實是把杯子做大。我們透過在健身房訓練，或者甚至不用在健身房訓練，我們一般就是其實在家裡也有很多可以運動的方法，深蹲啊、伏地挺身啊，或者是哪一個壺鈴啊。其實你把杯子做大之後，你之後上菜市場，你之後爬樓梯，你之後出國推行李，對你來說這個杯子都裝得住啊，你就不需要再去擦那個水。
你也不容易痠痛。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所以，那個王醫師，你作為一個復健科醫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看到很多下背痛的，或者這個走路會非常不舒服的，你會鼓勵他去開刀，還是說你要重新去建構他核心，他的整個的這個正確的運動，那比你開刀更有效？更有效，而且傷害更小。其實幾乎每一個患者哦，只要他來不是那個70歲的阿姨，看起來二頭肌比我大塊的那種，我都會建議他去運動。就是我會跟他講說，哦，這個膝蓋不好，可是你要運動，你不能放棄運動。哦，肩膀50肩，對不對？可是你在家要做爬牆運動，你不能讓身體停下來，因為人要活就是要動。其實我的經驗裡，真的是90%疼痛的患者都可以透過運動來獲得改善，很少數，比如他病況真的太嚴重了，他已經生活無法自理的那個情況，可能需要開刀。但是在我的這個診間，我很少會把病患推去開刀，因為大部分的人真的都可以透過保守治療跟運動來獲得很好的改善。因為我很喜歡加拿大的一個，你不能說他一個是骨骼的專家叫 McGill， 對 McGill， 我覺得他有趣說，因為我覺得他有趣在於說。很多練重訓的人，因為你要練重訓，你的骨骼基本上都會有一些損傷。對，那損傷你如果說按照原來的 MRI 的這些資料，都建議你去開刀。可是到他那邊的時候，他都不建議你去開刀。而且我看到很多的這個所謂的資料裡面提到說，不透過，因為你如果是沒有把你的根底做好，你就算開刀了，你的根本原因沒有解決，我再經過一段時間，我重複我的生活的習慣，我的毛病又會出來。可是我覺得 McGill 的有趣的地方在於說，他就要你重新打造你的身體，教你怎麼蹲，教你怎麼拿東西，教你怎麼正確的姿勢。另外就是他告訴你打造怎麼樣的你強壯的核心。我後來發現說，很多訓練員就是說已經覺得自己已經快要報廢了，經過這樣的過程裡面，居然就把自己的身體弄好了。而且啊，這個我覺得不只是運動員呢，老年人也是。我最近有一個病患很可愛，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一個80歲的一個阿伯，他就是他說了，他從鄉下來，然後就講台語嘛，然後他說當地的醫生就是建議他膝蓋不舒服要開刀了。那我調他的 X 光出來，我真的是磨損的很厲害，就是骨關節炎很嚴重，已經到第3、第4期了，就是很多醫生都會覺得說這個就開刀了。可是他也很妙哦，他說他其實啊就是看了我網絡上的影片在跟我在學那個超慢跑，他說醫生我可不可以做超慢跑啊？然後他女兒帶他來啊，就是說一直念他說這個爸爸都不聽話啊，就是每天都去菜園在那邊種菜。我說你每天種菜種多久啊？沒有啦，1個小時啦。然後女兒在那邊白眼，沒有1個小時吧？那種菜只種1個小時的。我後來得知他其實每天可能3、4個小時就在那邊整理上整理下，而且不可避免一定會搬一些土搬一些水嘛，然後蹲啊什麼。那我就問他說，你這些動作會不會很辛苦？其實也不會。所以我得到的概念是什麼？其實一個人他的關節隨着老化，他一定還是會有點磨損，不可能有人說90歲的關節還跟20歲的人一樣了，沒有這種事情。可是因為他的活動量真的很大，所以他的肌肉很強壯，他肌肉很強壯就可以支撐住他這個可能受損的關節。所以很多人來診所就說，這個醫生說我要開刀，可是我就反問他，那你生活真的有很不方便嗎？還好，只是一點點痠痛。所以其實開刀並不是一定必要，我們還是要注重這個人的功能跟他的症狀。對，有一個90歲的人，他走路走得很快，像我阿公真的就是這樣，90歲的時候走路走得跟我一樣快啊，一點點痠痛，磨損得很厲害，一定要開刀嗎？不是的，還是看這個人的狀態如何。對，我看到一個資料，我覺得蠻有趣的，說我們小時候都聽過生骨刺就恐怖。對啊，你拿生骨刺，你也腰酸背痛，然後你會覺得非常不舒服，你會這樣。後來我們看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一個非常強的健力運動員，而健力運動員裡面基本上因為你背非常重，所以你的骨刺的生成率其實比一般人來的高。是，沒錯。可是有趣在哪裡？有趣在說，雖然你的骨刺生成率高，可是你不會有任何疼痛。我覺得像郭婞淳一樣，郭婞淳的腰椎其實也受到很大的壓力，可是因為他的肌肉太強壯，他骨骼太強壯，其實他的疼痛感反而是相對比較低的。沒錯，所以就是我們應該要拋棄，就是說，因為其實，在我們科很常遇到，就是說，比如肌腱撕裂啊，就是想說是不是開刀，或者是椎間盤突出，就一直想說是要開刀。大家一直把身體當成是一個機器在修，機器的話怎麼樣？越用越磨損。像車子有一個使用年限，它過了使用年限就很容易拋錨故障。
或者是就想說我換一個零件，換成一個人工椎間盤什麼就好，但其實人真的不是這樣。人的特色是大部分的東西都是越用越強壯，像我們的頭腦就越用越好嘛，心臟也是越用越好啊，我們的骨骼肌肉也是越用越強壯。所以其實我們包括連軟骨都發現多好，如果都不運動的人，其實軟骨退化的反而快。所以久坐族其實膝蓋痛的一大堆。所以適度的運動，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職業運動員，職業運動員有他們的困擾，因為他們運動量真的太大了，所以他們受傷的很嚴重是真的。可是我們一般人一天花個1個小時甚至2個小時運動，不但不會損傷你的軟骨，反而我們會看到在你70、80歲的時候，雖然你跟一般人一樣會長骨刺，可是你的活動會很好，你的疼痛會很少，你不需要開刀的。所以說有人講說，我如果骨刺我就完蛋了，那就是一種病，我就會造成我身體不舒服。可事實上，如果你的肌肉、骨骼、神經強壯的話，你不見得会這樣子。好，另外我们就看到了 Dan Jones 裡面，我觉得他有一個理論很有意思。他說我們的伸展，我的柔軟度。他說你的柔軟度，有時候他說你的柔軟度不是說你是因為你的肌肉不夠強，所以你的柔軟度不夠。那他還舉了一個非常有例子，他說你的柔軟度要像怎麼，像一個門栓一樣，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沒錯。可是關鍵在哪？關鍵在於說你的肌肉夠強，你才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伸展。因為他說你很多的伸展角度不是你真的筋太緊，是你的肌肉根本不能符合那個角度。比如說你這樣蹲啊，你這樣蹲下來，或者把整個腳撐開，是因為你的肌肉不夠強壯，讓你不能做那樣的動作，而不是你老化不能讓你做那個動作。其實沒錯，就是我們人的柔軟度啊，有一很大部分是來自於大腦。大家覺得說，我們如果肩膀啊，比如說沒辦法摸到自己的背，或者是什麼手腳筋骨很僵硬，那個是來自於關節。確實，關節會阻礙我們的活動。可是我們沒辦法劈腿的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你的大腦不讓你做這件事情，保護你。你大腦會覺得這個太危險了，你沒有這個能力。所以我們在做運動訓練的時候，不只是讓你的筋骨鬆弛，也是在訓練你的大腦可以接受越來越大的範圍。對，可以知道說，我其實這樣做是 OK 的，是安全的。讓你大腦裡面的警報器不要響得那麼厲害。所以其實有人做研究發現說，那些可以劈腿的那些舞者啊、體操選手，其實他的肌肉長度跟一般人沒有差很多，差一點點。可是差別是在於他的大腦。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大家都覺得說練得很壯會變得活動度很差，會抓不到自己的背等等的。其實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說法。其實一般有做重訓的人，活動的角度都比一般人好。對，其實我們想想看一般我們做深蹲啊、做臥推啊，其實他需要的關節活動角度還蠻大的。沒錯，一個人如果可以蹲到屁股碰到腳踝，其實代表說他的腳踝的活動度。背屈的角度，往上翹的角度是不錯的，膝蓋一定要可以全彎，髖關節一定不能卡住。所以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個亞洲蹲，或者是我們就是叫全蹲，這個代表說他一定是活動度不錯的。那我們重訓的人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每天都做個幾十下，練習很多。所以有人在說練得很壯會阻礙活動度這件事情是完全相反的，練得很壯的人反而活動度都還蠻好的。因為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我覺得如果是自體的伸展，我覺得效果很爛。對。可是如果我今天是用重訓，不管是用壺鈴，或者是用肩槓鈴，然後用那樣子逼自己把這個關節拉開，我覺得效果非常好。就像我的教練是大專杯的舉重冠軍，他可以做劈腿。對，他非常的柔軟。看到這樣。我覺得他非常非常的厲害。所以我的意思說，你其實某種程度來講，你透過重訓對你的身體的伸展，不只是你的肌肉，是你的活動度。你的這個伸展，像以前我沒有做重訓之前，我還有一個問題我手如果這樣伸，我會扭到，我會扭到。比如說我開車，我要在後面拿東西，拿後頭拿東西，我通常在後頭拿東西，我這手就關一點。可是我現在這樣子練完以後，我就發現我不太會這個樣子，所以它是一個多元的這種進步。對，其實像我們診所的物理治療師嘛，很多像這個會轉流的人，我們就是用物理治療師的雙手去幫他做一些這種鬆開啊、拉筋啊。其實大家想想看，這個動作跟我們在做重訓的時候那個臥推的動作其實一模一樣。對，拉開。差別是在於說，我們可能是一個啞鈴在把你往後拉，跟物理治療師的雙手在幫你往後拉，其實動作很類似，只是出力的人不一樣而已。所以其實在我的心裡啊，做重訓就是一種負重的拉筋，就是這個重量不斷的在幫你把你的關節活動度打開。所以做重訓真的是好處多多啦，是絕對不會讓你手腳僵硬的。我講說，我就可以分享一個字，我以前在做臥推的時候，我很緊張，我就一直這樣推着，可是我的教練一直告訴我你要放鬆。你要想看，我如果今天是握了一個70公斤的重量，他居然不是叫你跟他抵抗，他是叫你放鬆，叫你放下來，叫你的背這樣拉開。
所以我後來才學到一個，就是說，其實你在做重訓的時候，我某個程度來講，我是在伸展，我是在放鬆，沒錯沒錯。所以我放鬆到最後面，我才做出力。當我學到這個之後，我才發現我的肩膀、我的身體、我的背就開始慢慢拉開了。這是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這種經驗。而且很多人有那個肩頸容易耸肩痠痛的問題，做完重訓也都好了，就是因為你知道怎麼控制自己的肩胛骨，控制自己的身體。是。好，那說好的，最後我要問你一個東西，我覺得你这親身經歷，因為我覺得你也在經過很多的這個所謂的過程調教。因為我們知道以前很多健身教練說，你如果做阻力訓練、做健身，你就不要跑步，因為跑步會消耗你的肌肉。那這樣的話，等於說我辛辛苦苦做重訓，我累積的肌肉我就把你分解掉了，這不划算。所以呢，你就不要跑步。所以它會有一個壁壘分明，重訓是重訓，跑步是跑步。可是我發現你又重訓，你又跑步，而且這中間其實是你經過一個自己試驗反省的過程。對，因為我其實多年來幾乎不太做什麼有氧運動。那隨着我慢慢長大，念了越來越多資料，我知道其實這樣是很不行的，因為這個就像是吃飯只吃一種菜一種肉。很偏食。可是以前很多健身教練不都叫你說不要跑步嗎？他說如果要讓你的這個所謂的爆發力毀掉，就叫你去長跑嗎？其實這樣講也還是有部分正確啦。但是其實我們講好，就是一般人如果今天不是職業選手的話，其實基本上你跑步是完全不會影響到你的肌肉成長的。那針對於像是一些精英選手的話，他們可能不會很常跑步或跑一點點的原因，主要其實是因為人的精力跟時間有限嘛。我們一周就7天，一天就24小時，我們可以運動的時間跟你的力氣就這麼多。如果一個舉重選手他要花很多時間去跑步，那他就沒有時間練他的舉重啦，或者是他練舉重的時候，他可能力氣就已經用掉了。所以他們的這個訓練方法還是就是集中在做舉重。但是如果今天呢，他花一點時間出來跑步，會不會影響他的肌肉，影響他的舉重成績？其實不會。像就我所知，其實很多國手級的舉重選手，他還是會跑步，他只是跑一點點而已，可能偶爾跑個30分鐘，他絕對不會跑個10公里、20公里。但是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害怕跑步會讓他的肌肉流失，事實上是完全不會的。尤其像我這種業餘的人，真的是一點點都不會。對，我開始跑步之後，其實我舉的重量都一模一樣啊，並沒有差別，完全沒有感覺到負面的影響。那知道你有提到說，你以前只做重訓，然後後來你就開始加上跑步。那我還看過你就說你還是負重，也就是說你還是背着水壺，背20公斤走路。你說你做阻力，你在做跑步，你說你現在的身體的狀況比你之前更好，就這種平衡對你來講是更好的狀況。其實我們做這個重訓的人就知道，我們做重訓都是你舉個幾下，然後休息個2-3分鐘，然後再做個舉下。所以我們在健身房看到訓練的人，很多時候都在閒置的，在滑手機。對，那就代表說你在健身房1個小時，實際在動的時間可能是15-20分鐘，可能1/3甚至更少的時間。所以其實那個運動量還是少的。相對起來，如果一個人是跑步1個小時的時間，他幾乎心跳都是在140、150甚至更高的狀態之下，所以他的熱量消耗跟他的活動量是大的。對，所以我覺得重訓雖然是有活動量，它絕對不能取代傳統的有氧，就是這個刺激心臟跟大量消耗熱量的這個效果。我自己有一個蠻深的體驗，就是以前我在實習醫師的時候，我好常感冒。我每一次回家，我媽就說：“你怎麼又在感冒了？1個月、2個月就感冒一次。”但有幾個原因啊。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是睡眠很不足，每3天就值1次班，晚上睡覺就亂七八糟。第二件事情是那個時候我開始練重訓，可是我完全連走路都沒有，一點點有氧都沒有。後來開始練有氧之後，很明顯的感受到身體的抵抗力不同了。後來啊，不僅睡得比較好，連這個大概1-2年不會感冒一次，然後感冒的時候就會覺得說，有點怪怪的。像有時候我會發覺說，自己的淋巴結有點腫腫的，然後好像有點比較累一點點，有一點東西不太對，然後旁邊的人開始咳嗽，開始發燒，然後過幾天就好了，然後他們可能1個禮拜之後才好。我後來就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很明顯的是有往好的方向走。對，那如果怎麼樣分配呢？就是說，那我這樣子的話，那我是專注在我要做這個所謂剛剛講的最大的這個攝氧量，那我應該去做這個部分，還是說我怎麼去分配我的阻力訓練跟我的這個所謂的有氧訓練呢？我現在啊，1周行程大概是我都至少要做2天的重訓，還是做2天？對，因為我覺得只做1天的話，真的有點太少了。其實官方也都建議1個禮拜至少做2天的重訓。那我剩下的4天5天就盡可能每一天都跑步。當然有時候每天跑步，
我現在大概跑4天了。OK， 那有時候再忙一點變3天，可是3天就真的太少了，所以我1個禮拜休1天，然後2天重訓，然後4天跑步。現在的長是長這樣子。那也是因為我現在等於說，我對於重訓的期待，我就是維持就好，我已經沒有想說再去拼，說我要舉220、230了。但是我倒是希望說，我原本很差的游泳能力，可以透過我的訓練強一點。比如說我可能追求我的半程馬拉松可以跑到100分鐘，1小時40分鐘，這個是我短期的目標了。對，我現在的目標比較推進在這個地方。好，那現在很多人講說，我知道我要重訓，但到底要多重？就像 Dan 就是每次問你所謂的重，什麼叫重？那到底有多重？那有人講說，它有個指標就是說，我的臥推是我身體的體重的1倍半，我的這個深蹲是我身體的2倍，硬舉是我身體的2倍半。我要用這樣的目標嗎？就是說，因為我看到所有資料是，你要夠重，你如果不夠重，對你的身體刺激是沒有意義的。就像你曾經提過說，我如果要我的臀部發達，我光是徒手深蹲是達不到我這個所謂的臀部發達的那個目的的，我一定要夠重，我才會有這個所謂的臀部的刺激。所以問題是說，我如果要做重，我到底要多重？我其實一直沒有很推崇就是什麼體重2倍一定要達到的這種標準，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身體真的不太一樣，年齡、性別、受傷的記錄。所以我覺得要所有人都達成同一個目標，其實不太切實際，而且會讓一群人覺得自己很弱，會讓人覺得洩氣。但是我的看法是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追求自己的最高標、最極限。我在健身房看到一個情況就是有些人呢，在裡面舉啞鈴，然後舉的是那種輕輕的粉紅色小啞鈴，可能1個小時，你看他汗都沒有流一滴，然後神情輕鬆，那這個很明確也是沒效的。我給大家一個參考的點如果你去健身房看到一個人在練，他每次練那一組到最後都會臉就皺成一團，就是那個眼睛都眯成一直線代表他一定練得到了。因為我們重訓做到位的人，其實最後幾下會非常的緊，非常的累，非常的酸，很想要放棄。你全身都在告訴你，趕快把這個重量放下來，你快不行了。這個就是你身體接受到足夠刺激的一個表現，看臉就很準。那每個人的就最後一下，最後那一下，可是如果你做的就是气定神閒，就是臉不紅氣不喘，那肯定是沒有讓你的身體去 push 到那個極限的。那這個長期練下來，你的成績就不會太好。所以每個人的身體都不一樣，你可以做到的極限都不一樣。像我其實我不是资質特別好的人，但是我就是追求我每做到最後一下，都是那個接近極限的程度。對，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的話，其實有個方法，就是請教練或者是請一個朋友幫你把那個保護槓都架好在旁邊看着你的安全，然後你就在他的這個見證之下，想辦法把一個做重量做到最多下。对，其實，在有人旁邊幫你打氣、幫你看的情況下，你都會發現自己的極限其實比自己想的還要更多。對，我曾經看過一個健身教練講說，你要 almost fail。對，要 almost fail。對，你幾乎就是你就在，可是我覺得那很難抓，而且 almost fail 是你最容易受傷的時刻。這就是我最困擾，就是說我如果要 almost fail 才有效果，可是我要在那個臨界點失敗的臨界點，我又是最容易失敗，我最容易受傷。這也是很多復健科醫生其實不建議大家做重訓的原因，是我怎麼避免受傷，又可以去強化我的肌肉。其實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重訓是所有運動裡面它的受傷率真的幾乎是最低。這個我覺得大家會很反直覺。可是大家知道，其實第一名受傷我們先講啦，最容易受傷的還是接觸型運動，比如說打籃球、滑雪。還有拳擊，因為這個就是會被打到、會撞到、會摔倒了，這個受傷率真的是另外一個類別。其實，在非接觸性運動裡面，第一容易受傷的是跑步。跑步的人呢，在美國統計，每年有一半會受傷一次，就是這邊痛、那邊痛，足底筋膜炎、膝蓋痛。那重訓的比例大概是跑步的大概1/5不到，就是你跑步的人每受傷5次，重訓的人才受傷1次，對，而且那一次大概1-2個禮拜就好了。所以其實重訓非常安全，前提是你要循序漸進，不能一開始就舉太重。那其實啦，在我們教練的指導之下，循序漸進，1公斤1公斤的加，不要貪快，不要求快，我覺得受傷的機會真的很小。那如果說真的要挑戰大重量，挑戰自己極限的話，就是一定要旁邊有人看，要有保護的裝置。但其實今天你只要不是完全的新手，就跑去蹲個100，我認為其實安全性基本上都很高。好，那我自己是很喜歡 Dan Jones 的所有的理論。那 Dan Jones 一個理論就是，他其實重訓只有一個原則，
把重量壓在你的身上。不管是你做農夫走，他說農夫走路是一個大家都被忽視的這個好處，甚至推雪橇。他甚至的認為說，你連跑山坡，你就是背着一個大的這個水桶，就是往上衝。你自己也曾經這樣子試煉過，也就是說，我看過你的這個影片，你背個20公斤，然後這樣走路。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背重的事情是一個對我的身體是一件很有幫助嗎？我岔開就是，這就像我小時候看超人星球的氪星球，它的重力是地球的1.5倍，所以任何人他只要經過那樣的重力，到了地球，他都是超人。我有一個理論哦，這個就是以前的社會啊，骨質疏鬆的比例其實沒有那麼高，然後現在的人40歲就骨鬆了一大堆。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以前我們沒有機械，沒有這些推車，所以很多東西都背在身上。像以前的社會啊，媽媽們是背着小孩洗碗，然後在河邊洗衣服。如果今天是農夫，我們就是扛着那個扁擔到處去走哦，就是你今天你要做任何事情，你就是要把東西扛在身上。不管是貨物還是小孩或者是水都好，所以你的全身都在長時間的承受這個壓力。那大家知道我們把東西扛在背上，比如說我們今天是背一根槓鈴，或者是我們做硬舉的時候，這個力量是傳導全身的，從我們的背部開始，我們的胸椎、腰椎、髖關節、大腿骨、小腿骨到腳跟的骨頭，全部都被你刺激到了。這個是非常高效率的事情。因為我們一個動作就讓你全身的骨頭都去承受到那個壓力，所以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現在大家在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每個人都做硬舉，如果你今天是做一個比如說2頭肌，尤其是坐在器材上的那種訓練，那你可能一次就是1-2根骨頭受到這個刺激，它的效率就相對起來沒有那麼高。所以我非常非常贊同，就是這種全身性負重的農夫走路、硬舉、深蹲啊，全身的骨骼一次性的刺激，這個真的是對抗骨質疏鬆最好的方法。我曾经看过一個美國的健身教練，他講一個很妙，他說：“你不是要訓練脖子嗎？那很多人訓練脖子就會用一些奇怪的方法。對，他說那個是白痴，他說那個是會把你的脖子給搞壞掉了。那他說，那你要把訓練脖子，有的脖圍比較粗啊，那怎麼訓練呢？他說很妙，硬舉。對，他說如果你硬舉到了130公斤，你的脖子不可能細，你的脖子一定會非常強壯。那我自己看鏡子也是哦，我發現我只要到120公斤、130公斤、140公斤的時候，我那個脖子所有的肌肉是完全的繃緊。你以為說我只是在做硬舉，我是腿、我的背沒有，我的脖子，我都那時候都感覺到我的脖子在出力，所以那是一個全身非常有趣的全身運動。我們肩膀跟脖子之間有一條這個肌肉叫上斜方肌，我們一般給人家按摩的時候就是按這個地方。我一開始學重訓的時候啊，我每次做完硬舉，除了下背會酸之外，最酸的其實就這裡耶。我就說這邊怎麼在酸？我又沒有做什麼動作，我就是拿着而已啊。可大家知道，其實我們做重訓的時候，你這邊的肌肉是非常出力的。所以很多人啊，肩頸痠痛跑去練個硬舉之後，肩頸痠痛都不見了。為什麼？你的肌肉變得很強壯啊。當然女生可能會在意說，我不希望這邊線條看起來太粗厚，但其實我們不用練到很壯，那個效果就會出來了，你的肩頸痠痛就會消失了。是。好，那徐好，最後我要問你。你有在練壺鈴嗎？現在比較少，但是我家裡有3顆。你有3顆？對，我要跟你分享，就是我之前有一點點下背的小問題，我後來發現練壺鈴擺盪會幫我的下背做非常強的舒緩。我後來看了，就是有一個叫做硬舉教科書裡面，你對他們那麼等於說那些訓練員做硬舉，基本上對你的下背會造成很大的壓力。他們去做舒緩自己的下背，最大的動作就是做壺鈴擺盪。後來我發現那個對我的身體幫助非常非常大。我也看過一些就是教練啊，他說如果我這輩子只能做一個動作的話，就會做壺鈴擺盪。我也覺得蠻認同壺鈴擺盪哦。第一個它是全身性的運動，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從手一直到全身的骨頭都會被這個壺鈴受到壓力。第二個，它教導你怎麼樣用你的髖來發力，讓你的下背部保持一個中立。那它也會訓練到你的核心。甚至啊，因為壺鈴它不會一次只做一次嘛，它會做好多次，所以它甚至也有一些爆發力跟心肺有氧耐力的訓練。它真的是一個願望，多個願望一次滿足的一個很好的方式。那我現在因為就是重心放在跑步上了，不然其實我家裡我最重的壺鈴有到25公斤。25。其實25還不太夠重，我覺得我應該要做到30幾。但是總之就是我在家裡有放3顆壺鈴，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很萬用，對，而且它永遠不會壞，很好用，不然不占空間。對，我到60歲、70歲還是用同一個壺鈴來訓練也可以。對，好，那完事我們跟他談就是，
今天談就是你怎麼優雅的老去，然後呢減少這個身體的這個發炎。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的觀眾，給我們有個計劃，怎麼樣在飲食，怎麼樣在訓練運動上面，我一周我怎麼去排我的這個訓練計劃來？這個真的大哉問了哈。那我先給一個最基本的建議哈，就是我們如果飲食的話，我希望大家每中餐、午餐都目標是你至少要吃一個手掌這樣大小的一片瘦肉。你可以吃雞胸，你可以吃魚肉，你可以吃豬跟牛，可是豬跟牛請不要選五花，選比較瘦的部位。這樣子大小的這個肉可以照顧到我們蛋白質的需求。然後每一餐呢都吃2個拳頭大小的蔬菜。我們講的蔬菜不是馬鈴薯，不是地瓜，不是南瓜，我們講的是比如說葉菜類，或者是像胡蘿蔔這種纖維質多、熱量低的蔬菜。你只要滿足這個手掌大小的瘦肉跟2顆拳頭的蔬菜之後，你想要吃什麼其他都隨便你啦。你先吃這些，先把蛋白質跟蔬菜纖維質補住。因為說真的你已經吃了這麼多食物下肚了，你其他東西你要吃過量有點難了。對，而且我覺得要求大家吃東西比要求大家不吃東西來得簡單，比較符合人性。对，這個是飲食上的建議，當然這個不是100分的建議，可是如果今天你完全沒有任何飲食控制的這個經驗，這是一個好的出發點，而且大家都適用。那運動的方面，我知道很多人也是可能對健身房有點恐懼，不熟悉這些重訓，不知道硬舉是什麼東西。沒關係，我們很簡單，我們目標我們每一天手機拿出來，我希望看到每天都至少8000步。8000步其實是醫學上的一個甜蜜點，8000步以下死亡率開始上升，8000步以上還是會下降，可是下降的就沒有那麼多了。第二點，我們每一天在家裡拿椅子也好，空手也好，我們做50個深蹲，不要一次做完了，對，我們一次10個，或者一次體力好的話20個，我們每天都累積50個，然後做的過程呢盡可能快。其實如果我們今天在家裡沒有重量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快，甚至有點像要跳起來的那個動作。這樣子才能讓你的肌肉，尤其是你的白肌、快縮肌，去得到那個壓力的刺激，你的肌肉才有機會長大。每天50下，每天8000步，超級簡單的數字。其實我說真的，每個人幾乎都做得到。就算你今天70歲、80歲，你只要慢慢的做，其實一定可以做得完。很簡單的建議給大家。好，那我們剛才講到，你老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那老化必然的過程裡面，其實你講我們的人生選擇是，你不是不能老，你一定要老化，但是你要選擇你要健康的老化。我覺得思考的他等於说非常努力，就是他今天就是告訴以身作則去訓練，就是說你要把自己身體照顧好，把身體強化好，但你的肌肉、骨骼、神經系統都強化了，甚至你的這個所謂的體內的脂肪也降低，肌肉增加，這樣子你才有可以對抗任何的疾病，對抗任何的所謂的外來的這個刺激，讓你可以平安、健康、強壯的度過你的一生。非常謝謝史考特，謝謝寶傑哥，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网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
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衅過对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